Hello，大家好，我是莲花罗卡，欢迎来到塔罗的阅读时间，这里是莲花堂。今天为大家选读的题目是新的恋情在哪里？为大家准备3个选项，第一个选项是盐味炸薯条和小老鼠的卡牌，第二个选项是奶油马铃薯口味的炸薯条和钥匙的卡牌，第3个选项是酸奶酪洋葱口味的炸薯条和熊的卡牌。请大家用直觉选择一个选项，如果有复数以上都觉得很在意的朋友，可以都听听看哦。那如果大家喜欢六花堂的频道内容，请大家帮我按赞、订阅、分享或是留言给我。OK， 那我们开始吧。OK， 我们来到第一组，选择盐味炸薯条和小老鼠卡牌的朋友，你的新恋情会在哪里呢？我们来看一下哦。好，那我们来一样出6个位置。第一个位置呢是经由网路认识的，看有没有可能哦。看一下有没有出框。好，第二个是国内，除了学校跟公司以外的地方，有没有办法偶遇？第3个是学校或是工作的地方，公司或者是客户的公司。那第4个是国外旅游或是游学留学，会不会遇到呢？好，接下来是经过亲朋好友认识的人的介绍。最后是现在你就已经有认识的了，也就是从朋友转恋人，或者是之前曾经知道对方，但是可能一直没有联络，那最近才有联络上的那种。
看一下哦。没有可能的，我这次把它盖起来好了。这应该没有可能。还有这个应该还没有。我看一下哦，这个我可能，这个我稍微出一下补充牌，是啥情况啊？让我看一下。哦，没有，好。基本上就是卜算新的恋情，我们也是尽量找质量好一点的。所以，如果就是算出来质量有点不是那么好的，那有机会。可是像这样质量没有很好的，我就直接把它盖起来了。我觉得就是像这个的话，我觉得它是有可能会有桃花，就是会有恋情的可能。可是，我觉得对方可能会容易三心二意，然后对你不是很真心，所以我这个可能就把它盖掉咯。OK， 好，因为我觉得那样子其实不是真的会让人家幸福，会让人家开心的感情，那我们就不要，好吧？六花强制退出，强制 log out 它。好，我们接下来这3个，sorry， 我们这3个的可能性，我们再来看一下，好不好？等下这小老鼠，我让它躲这边好了，它有点挡到。我们来看一下这3个的可能性，他们各自你接下来遇到的那个新恋情，他这个人的特征会是怎么样？就是可能内在跟外在这样子，看一下。我们先看一下这一组，就是网络认识的这一组，它的特征是什么呢？除了这张宝剑骑士以外，好，这一张哈。为什么我觉得他后宫佳丽很多？OK， 好，等一下我们再一起来解。那这张倒着的月亮，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特征哦。又要盖起来，等我一下哦。我的小积木，等我一下。小积木，我前几天拼那个百元商店的那个，就是大创的那个积木，小积木的零件。我又要把它遮住，好麻烦。我下次直接就拿个就是可爱的贴纸，把就是重要的地方贴起来好了。可是因为我怕那样抽牌会有点影响到几率的问题或手感，所以就好吧，没关系。大家每次忍耐我，就是遮一下这样子。下一张。好，那国外的这一张，我们也延伸下去，看它的特征是什么。每次都在数剑或数那个魔杖，拿不起来，把它弄过来一点好了，我怕等下盖到，就是跑出去。OK， 拿过来一点好了。
诶，对啊，为什么要把它放那么开呢？我可以移过来一点，对不对？为什么把它放那么开？等我一下哈。好 ，OK， 好。OK， 我们来解牌吧。依照六花的读段，我会觉得是这个国内偶遇的这一组的遇到的人会比较好，所以我从这一组开始讲解哦。我会觉得你们在遇见的时候，会是你或是他，可能刚，可能刚从一个比较不安，或者是一个比较犹豫不决的一个状态之中，刚脱离出来的一个时机。所以如果就是，嗯，如果你是刚有一段感情，然后可能 maybe 不愉快，或者是有一些纠缠的状况出现，那你已经放下了，你已经决定要往下走了，那我觉得你就会差不多会遇见他，就差不多会是那个时机点遇见这样子。那也有可能是他刚从一段不是很好的感情之中脱离而出。好，所以可能是你或他，那感觉就是已经刚从一个前一段感情或是一个不好的状态之中脱离出来的那个瞬间，那个时机点，你们会遇见。好，这有点太模糊，我等一下再看一下有没有一些就是什么场合之类的。那这个人的特征是怎么样呢？因为我积木放着，所以我就不把它拿起来了。这个人我觉得他会跟你非常的合哦，就你会觉得好像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会觉得有种，你会觉得你们两个很像双胞胎一样的感觉，就是可能想的事情，或是做的事情、喜欢的事情，都会很像很像。所以我会觉得，你会觉得遇到一个几乎是完美的另一半的感觉。而且我每次算，就是我每次算感情，只要是出现正的世界的时候，就会代表，其实我觉得这段感情的缘分它很深，而且甚至是可以走到可能结婚，或者是可以就真的可以在一起的那一种，而且是长长久久在一起的那一种。所以我会觉得这个人他是很适合你，很符合你感情需求，或者是你们两个的感情语言是很一致的。就我们常会谈到感情语言，因为每个人的感情语言是不一样。有些人会觉得，我买东西给对方就是喜欢，就是表达我的喜欢。可有些人其实是喜欢口头上面，就是真的要说出口的那一种。那其实每个人的要的跟自己去善于表达的一个感情语言不一样。所以我觉得这个人他是非常非常跟你很 match 的。OK，那可是我会觉得可能因为你或他之前的一些不愉快，或者是可能刚从一些就是不好的状态脱离出来，不一定是感情哦。那所以我会觉得你们就算相遇，也不会想要这么快的在一起，就会有这种感觉。然后他可能你们两个遇到，然后你们两个会变得很要好，然后也会彼此觉得有好感，然后也会彼此觉得，有机会的话就会想要跟这个人在一起。可是因为自己之前的一些伤害，可能或是之前的一些事情还没有完全的疗愈合，没有完全的，也有可能完全没有被完全的解决，所以呢，他会觉得他啦，我觉得应该是他可能会觉得，就
短期他可能不会那么快的想要投入另一段的感情，这样子。OK，我们来看一下会在哪里遇见，好不好？就是比较明确一点，有没有什么样子的 hint？看一下，给我们一点，就是会在哪里，类似在哪个场合遇见，好不好？好，有几个可能哦，那大家可以去碰碰运气，这样子。第一个，我觉得会是在，因为是死神的牌，所以我觉得不是那么恐怖的地方。我刚刚头脑一瞬间闪过去是那个，就是阿弥陀佛的地方。我不认为会在那个地方遇到好的缘分，好，就算有遇到，那也是好吧，那也是特例，好不好？我会觉得比较倾向于，例如说是像是医院，我直觉啦，就是可能医院、医疗院所，那这有可能是健检的时候，或者是例如说可能在药局之类的地方，感觉会遇到。我再想一下哦，死神，对啊，我觉得大概就是哦，可是我觉得也有可能是在，我想想哦，也有可能是在像一些博物馆的地方，就是医疗院所或是博物馆，因为博物馆里面有很多很多就是已故的人们的东西。我在讲什么？可是我真的觉得是，就是有那种历史感的汇集的地方，这样子，好不好？好，所以我觉得像是博物馆哦，或者是一些就是古物的展览会场，有可能会遇到。那再来就是医疗院所，就例如说像健检中心、药局，然后或者是真的是就是医院会去遇到这样子。好，那另外这个魔杖三的话，因为魔杖三原本在那个另外一个版本就是韦特的版本，它里面其实是一个海港的感觉，就是也不是海港啦，就是一个人他是站在一个海岸旁边，然后就是眺望远方的船只，所以我觉得有可能是，例如说像港口、港湾，或者是有一些可以看到海或看到船的地方，就大家可以去稍微去碰碰运气咯，或是假日的时候也当做散心就是去走走，这样去走走看看，一些文物展或者是博物馆，然后海港或者是一些河港看得到船的地方或沙滩之类的。好，OK，那我们来看这个好了，这个我觉得是第二名。好，这个我觉得你们一遇到的时候啊，就会可能两个人的那个认识的速度就可能会非常的快速，因为宝剑骑士它本身就是一个速度感，所以呢，我觉得它会是代表你们两个可能一聊，可能或是一认识，就会速度很快，
就是你们两个接近的速度就会很快。那而且因为宝剑骑士有个勇气的意思在里面，所以我觉得，例如说，假设啦，就是你在 IG 上面，如果你有一个你自己一直觉得他很好，你很想要接近他，然后可是你一直不敢，就是直接的去跟他聊天这样子，这样子一个人，我觉得你可以提起勇气去找他聊天哦。OK， 好，我觉得会有后续发展这样子。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啊，你看它特征的牌哦，它特征的牌是正的皇帝跟倒着的魔杖国王，他是国王，他不是随从。好，所以我会觉得这个人他应该第一，我觉得他应该是蛮有人气的。第二就是我觉得他应该很知道自己要干嘛。所以我认为他可能是一个，例如说可能有一点人气，有点名气，甚至有点名气的可能，也不至于到网红啦，那也有可能是网红。那就是你一直觉得他很不错，那他本身也感觉很有气场，然后，很有计划性的可能在展示他自己的生活。那让大家看到光鲜亮丽的一面的那一种。那再来就是，但是啊，我觉得他这个人可能会有点比较自我一点哦，因为倒着的魔杖国王，他其实代表就是比较任性哦，或是比较自我一点，这样自我中心一点。所以这一点就是我会觉得比较稍微有一点点扣分的地方。就是虽然我觉得他可能整体而言会让人家觉得就是可能跟他交往会就是很有成就感，或者是就会觉得觉得很骄傲，就哇，我跟一个这么帅这么正的人在一起，那或是这么有成就的一个人在一起这样子。但是他可能有一些脾气，有一些个性可能不是很好，那你自己可能要稍微就是可能注意一点啦。OK， 好。所以我觉得你可能是就是提起勇气的去认识这个人这样子，不管男女哦，虽然他是皇帝。好，那第三个这个钱币 S。这个位置是在国外，例如说旅游、游学或者是留学或出差认识的哦。那这个人我会觉得，我觉得他最大的一个特征，我会觉得他应该是一个有钱人。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他就是个有钱人，然后他可能家境是很不错的，他家境很不错，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他应该也是刚到那个国家去，就如果你之后有要去哪边啦，就是他也是才刚到那个国家没多久的一个人，就不是一个已经在那边生活很久很久的一个人了，不是。OK， 那甚至我觉得他其实会有点，就是他可能也是过去，例如说游学、留学，或者是就是有事情过去，可是他感觉有点准备没有那么充足的一个人。就是因为每次都说嘛，就是宝剑随从他这个剑很像是那种小天线，有没有？就是调查东西，察知周遭，然后去收取资讯的一个感觉。那他是倒着，我觉得他有点准备不足，就是可能还没有全部的准备好，那就贸然的就到这个地方，就到了一个新的国度的感觉，这样子。然后
但是我会觉得他其实是真的很想要待在国外的一个人。这是1、2、3、4、5、6、7、8、9，每次都要数。对不起，因为六花的数学跟那个就是数这个，真的有点不是很擅长，大家多包涵。魔杖9，那魔杖9呢，它本身是一个比较保护自己或者是就是有一种强烈意志的感觉，所以我会觉得这个人呢，他虽然准备不够，但是他是真的很想要去那个国家的一个人。就例如说，他可能真的对，例如说真的对美国很憧憬，或是真的对日本很憧憬，对韩国很憧憬这样子，然后他到那个地方去，所以你会觉得他有很多的，对那个国家的一个喜欢跟执着，但是你会觉得他准备，就在他过去那边的一个准备可能是不足的，而且他也才刚到那边没有多久。然后，所以我觉得他本身会有一种就是比较保护自己的感觉，他自己会有一种，就是你会觉得他有一种距离感，就是他可能会不是那么的容易，或是那么的好接近，这么的，就是你会觉得他会跟你有一层距离这样子。OK， 那这是他的自我保护这样的一个机制，OK， 就是他会有好多的篱笆，然后把自己就是警戒在那里这样子。OK， 所以我觉得他，而且，这个人应该年纪是比你小的。那就算是年纪没有比你小，他可能外貌就是样貌看起来，或是行为举止，会感觉比较年轻。我没有说幼稚哦，就比较年轻，好吗？好，那这一位的话，我觉得可能会是年纪会是比较是比你大的，无论男女哦，年纪可能比你大，然后或者是说，可能他真的是社会历练已经就是非常非常社会化的一个人，就很有社会历练的一个人。那还有就是，我觉得他可能表现出来的感觉，就是比他的年纪来的成熟很多很多的一个人。OK，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 Key Card 小老鼠，差点忘了它。我们出现了雷诺曼牌的这个小老鼠我会觉得你第一个要我会觉得啦，我会觉得你最近是不是你自己生活周遭的一个环境没有把它整理得很干净？如果是的话，我觉得你要稍微整理一下你的周遭的环境，就把它整理干净，然后把一些东西收好。因为我觉得你的可能有些气场，就是整个人的气场可能有点混浊，所以你没有办法纳一些新的好的气进来，那自然而然你就很难去遇到一个好的新的恋情。所以我会建议你可能在去遇到这些人之前，你先把你自己，例如说家里面做个大扫除，或者是就是做个整理，那也包括自己的外貌的一个整理。整体而言，你就是要把自己就是先整理好，然后等这新的缘分这样子。就是可能你的整个能量场要稍微 reset 一下这样子。那再来就是，我还是会觉得你要小心，就是可能不管这3个其中哪一个，我会觉得应该都有情敌哦。你看，就是有其他小老鼠在跟你分吃这个 cheese， 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应该是有其他的情敌。我们合理推断啦，如果这个人他是个网红的话，那肯定有一大堆人喜欢他。那如果这个人他之前前一段才刚跳脱前一段感情，
那肯定他一定搞不好他的前男友或前女友还会一直不断来找他，有可能，或者是他其他旁边的一些之前喜欢他，然后知道他分手了，那就凑上来的人一定有的。那这个的话呢，我觉得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本身就是一个有钱的孩子，也不一定是孩子哦对，可是他是年纪比较轻的，所以我觉得他本来可能就是一个有钱的孩子。那而且他又这么有防范心，所以我觉得他搞不好就是也是蛮，就是整体而言应该蛮优质的一个人这样子哦，所以我会觉得就是要有心理准备啦。我就是不管哪一个都有可能会有高几率的遇到情敌。OK， 好，那我们今天第一组的，放这边好了，我觉得放这边比较可爱。好，放这里。那我们今天第一组的朋友导读到此结束，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次再见哦，拜拜。OK，我们来到第二组，选择奶油马铃薯口味炸薯条和钥匙卡牌的朋友，你的新恋情会在哪里发生呢？我们来看一下哦。闭一下好了。好，我们来看一下，跟之前一样，我们出6个位置，在不同的地方遇到的可能性。先来看一下网路，经由网路认识的新恋情有没有可能发生呢？看一下有没有出框，调整一下。OK， 再来是国内，就是除了公司、除了学校以外的一些地方有没有机会偶遇？好，接下来是在学校或是工作场所。然后国外旅游或者是出差，游学留学遇到的可能性。接下来，熟人介绍。
最后是原本就已经认识的人就是你已经现在认识的人，有没有机会转成恋人？OK， 六花的读段来看一下。我这一次先把我真的觉得就是没有机会的，我先把它盖起来。这个不行，这个也不行。这两个位置我再出一张补充牌哦。我再确认一下。好哦，出现我们大家算感情最喜欢的恶魔牌。那这个出一个确认的牌。哇，好哦。OK， 这一组会有4个可能性，还蛮多的。OK， 我们一个一个来追加补充牌，然后看你们在各个管道认识的新的人，不一定新的人啦，就是认识的新恋情的那个人，他的特征是什么？我们每个位置就是加抽2张牌哟。好，那我们看这个国外认识的特征。OK， 那认识的人介绍的特征。最后是，你的旧交就是已经认识的朋友，或是可能也不是朋友，可是就是你已经知道有这个人了，他的特征。OK， 好，放这边好了，先放着。OK， 我们来解牌吧。先来看看哦。六花会觉得这一组的这个人，他整体而言 CP 值比较高，所以我从他开始讲。等我一下哦，牌有点大张，所以会有点卡住。OK， 好，我们先讲这个人，他是经过你的亲朋好友介绍。那这个人呢，你什么时候会认识他呢？我觉得是你在跟周遭的
朋友，就是亲朋好友，跟他们讲说啊，我好想要交个男朋友，我好想要交个女朋友，我好想要找一个人的时候，就是大家就会介绍给你，就是你自己要有那个动力，你自己真的有想要去找一个找一个对象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如果去跟周遭的人讲，或是我觉得你那个能量一足够了，其实旁边的人就会介绍给你了。好，所以是这个时机。那这个人他是怎么样子的一个人呢？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好的人欸。我会认为他是一个很独立自主，而且很有自己生活哲学，然后又会很照顾人，然后很温暖的一个人。所以我觉得这个人他非常的好哦。就以圣杯国王跟钱币九来看的话，就绝对会是一个，我觉得，我觉得外表可能，我觉得外表应该也是就是应该是合格线以上，但他最主要就是我觉得他应该是一个很有很有包容心，然后灵魂很漂亮，个性很好的一个人。而且应该很有自己的一个才华，然后沟通能力也很好，我觉得他的 EQ 应该蛮高的。所以我真的蛮推这个人的哦。好，大家看完六花的影片就赶快呼呼唤自己的朋友，赶快介绍有没有好的人可以给你认识，这样 OK。这个人真的非常好，而且我觉得他应该年纪比你大，无论是男生女生，年纪比你大，或者是他可能就是一个真的很成熟的一个人，很成熟一个人，就是行为举止不会是幼稚的，然后而且我觉得应该是优雅的一个人，然后品味应该很不错，OK， 好，然后应该自己本身经济能力也很不错的一个人，好，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第二名，六花心里面自己觉得第二名就是这个，这是在学校或是工作的地方认识的，就任何工作相关的都算哦。好，我觉得出现了 Temperance 跟恶魔，我会认为你一遇到他，你就会整个就是会被他整个迷上欸，你整个就会变得超级喜欢他欸，就你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好喜欢他的那一种。这个的重点就是因为恶魔它本身的那种吸引力是一种绝对的一种魅力，那它其实是无关长得好不好看哦。我这样讲会很过分，就是他的魅力是来自于一种可能行为举止跟他这个人整体而言散发出来一种魅力，所以他会让你整个就失去控制欸，你会好喜欢他，或者是你可能在工作场合，或者是你已经在学校已经有存在一个这样子的人的话，那就是他了。非常的让你失控的一个人，因为我们说就是恶魔的魅力真无人能挡这样子。OK， 好，你看这个邪恶的小黑猫，好可爱。好，那你应该是马上就可以知道的。OK， 好，就是绝对的吸引力这样子，致命的吸引力这样。那这个人呢，他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呢？我觉得他其实是一个比较不懂得变通的一个人呢，所以我觉得他应该是他自己有他自己的一套行动方针，或是有一套他自己的理论、思维理论，
然后他绝对不会变的那种，就是我就是要这样，就是这样。那你有时候有一些状况要他去稍微灵机应变啊，或是比较柔软的去进对应退的时候，他会说他不要。所以我觉得这个人他的个性是比较硬的，甚至我觉得有点牛脾气的一个人。OK 吗？好，那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我个人会觉得啊，你相处起来可能会比较辛苦一点，但是每个人其实不太一样嘛，呃，像六花就是一点点我可以接受，可是很多的那种就是很自我，或是什么事情都要是他的规则，什么事情都是要他的方式去做，这样子我觉得我个人是不行的啦。那其实我身边有些好朋友他们是可以的，就他们觉得没有关系，反正因为我很喜欢他，那我就都顺着他。但我总觉得其实这样子感觉也不一定，好吧，我个人不推。但是如果你觉得你没有问题的话，那你就放手去追吧，好不好？就跟你们说，他有这样子一个特征，然后我觉得是还蛮顽固的哦，固执，蛮顽固的，而且就是都是以他自己的标准，他自己的规则，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接下来这两个位置其实我觉得都差不多，先讲这个好了。这个有点妙，这个是你已经认识的，就是你现在已经知道这个人的。好，那这个出现这两张牌，我觉得很妙，就是我会觉得哦，我会觉得出现这个人之后，这个人才会出现，就是当你需要面临两个人的选择，就是你需要做出一个选择的时候，就是你已经有了他，或是你可能已经开始，有跟他有聊天、有认识，或是甚至有约出去一起玩之类的。哦，那这个时候你就会认识到这个人，也不是说认识，就是这个人他就会出现，他就会浮上水面。他可能原本觉得，没有特别想要追你，或是原本可能对你没有什么感觉，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他可能看到你跟这个人相处很开心，或者是你可能因为这个人的就是相处或追求，他就会突然发现他其实是喜欢你的，这是什么剧情？然后他就会觉得说，他其实喜欢你，他也要来追你这样子，OK 吗？好，所以会是，有点像是，例如说你可能跟他约出去，或是跟这个人介绍的人一起，就例如说大家一起出去，然后里面有你的朋友跟被介绍的这个人，然后这个时候这个人他可能掺一脚这样子，好，就那他也要一起去这样子。然后在那个大家一起，例如说可能聚餐聚会的场合，或者是大家一起出去玩的场合，他就心中就默默的，就是对你的喜欢就发芽了，这样子。嗯，对。然后你之后就要面临二选一这样子。那这个人呢，他是什么样子的一个特征呢？第一，我觉得他应该是一个，就是应该是蛮活泼的一个人。然后，就是应该 E 人吗？我觉得他应该可能是 E 人，就是他应该是那种比较，例如说可能聚会，或者是可能在聊天，就是在一个就是大家的聚会的场合，或者是可能聊天的时候就很好聊，然后很嗨，很会带气氛的那样子的一个人。然后或者是说，就是可能吃喝玩乐他还蛮熟的这样子，哦，就是蛮懂得吃喝玩乐的一个人。然后很活泼、很显眼、很跳这样子。那这个人他可能，我觉得他可能刚从另外一段关系，脱离，
就他可能在这个时机点，就是在察觉他喜欢你的那个时机点，他其实刚好是跟他的前任分手，或者是离婚 ，maybe 不知道哦。就是他刚从一个旧的关系到一个新的关系这样子，然后或者是从，例如说可能也有可能是换工作哦，就是总之就是从一个旧的一个状况转移动到一个新的状态。好，这是他的一个特征。OK，好，还蛮妙。不过真的有这样子诶，就是可能原本对你没有什么感觉，但是他就是当别人在追你了，或是可能你有新的一个可能性的时候，他突然之间就会觉得，诶，好像我其实是喜欢你的，我们两个不只是好朋友的那种感觉。OK，好，那最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国外认识的哦，出国旅游、出差或者是游学、留学认识的，我们看一下哦，在你很忙的时候认识。所以你可能出国的时候，如果例如说可能你真的很忙，然后或措手不及的时候，例如说要帮你捡东西啊，或者什么的，怎么这种感觉？好，就是在你很忙碌的时候，很不知道该怎么做的时候，哦，有点 panic 的时候，可能你会遇见他。好，那可是这个人他是一个什么样子一个特征呢？我会觉得他其实是一个比较不善于言辞的人。不善于言辞不代表他没有爱心哦，也不代表他不善良，而是说我觉得他在表达上面就可能比较笨拙一点。那因为是宝剑骑士是正的嘛，所以我觉得他应该是，例如说可能讲话比较逻辑，比较有逻辑，然后比较理性，就是情绪的部分可能没有很多，就是理性，然后凡事讲求一个就是真实，然后效率这样子，嗯。然后我觉得他个人可能，例如说，感觉就是他讲话的速度，虽然他可能不太常讲，就是不是不太常讲话，就不太善于表达，但他可能讲话的时候会是比较快速的，他的语速可能感觉是比较快的，或者他可能就不太讲话，可是他的行动是快速的，因为宝剑骑士它是比较速度感的哦，一个牌这样子。那再来就是，我觉得他应该是一个蛮就是蛮勇敢的。那如果是不管是男生女生，我觉得他可能就是不太讲话，也不太会话多，但是他可能例如说讲话比较直一点，然后可能例如说可能一般可能看到我不知道，就是讲到勇敢，我就想到一般可能有一些女生她看到虫子什么的，或者是就是看到一些恐怖的东西，她可能会就是害怕，或者是就是会有点畏缩这样。那不管男女哦，就是她可能没有，就是没有那么多害怕的东西，就是她还蛮勇敢的一个人，或者甚至例如说她可能就真的例如说去鬼屋玩。他可能也没有什么感觉，就是他也不会太害怕的那种，就是凡事他就是以逻辑然后实际去思考的一个人。OK，好，所以我觉得他整个人的感觉就这样。那他行动或是他的语速、讲话的速度是快的，然后是比较理性，而且是就是凡事有点追根究底，然后比较感觉比较理科的那种感觉和讲话。好，无论男女哦，然后在你很忙的时候，或是你可能就是很多事情要处理的时候，你会遇见他。OK，那如果是骑士的话，我觉得他应该是
年纪应该年纪跟你差不多，就整个内在或外在的感觉应该都跟你年纪是差不多的，这样子。OK， 好，那我们来讲一下这个 key card 的 key， 谐音笑话。好，这钥匙的卡牌哦，我会觉得你接下来的这个恋情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恋情，就是我觉得你接下来遇到的这个人，他无论好坏，我觉得他都是会改变你蛮多的，会为你的人生，把你的人生推向下一个篇章、下一个阶段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人。我觉得这个人他一定，无论是这4个其中哪一个，就你接下来的这个缘分，它会影响你很多很深，是一个可能会在你的人生占一个蛮重要的一个角色的一个人哦。OK， 好，那第2组我们的导读到此结束，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次再见哦，拜拜。OK， 我们来到第3组，选择酸奶酪洋葱口味炸薯条和熊的卡牌的朋友，你的新恋情会发生在哪里呢？我们一起来看看哦。OK， 那我们一样会出6个位置，代表6个管道认识的新恋情。那我们先来看一下网路，经由网路认识的新恋情有可能吗？移过来，好。看一下有没有出框，等我一下。好，可以再过来一点。好，接下来是国内的偶遇，是在干嘛？不要这样子。好，国内的偶遇，刚我有点闪神啊，所以牌就有点不受控了，他们闹脾气。OK， 我们来看一下国内的偶遇。如果是例如说工作场所之外，或者是学校以外的地方的一个偶遇，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可能呢？那接下来学校或工作场所、工作的一些场合都算。接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国外旅游、出差或是游学、留学，在国外遇见的。接下来是，熟人介绍的。那最后是原本你就认识的人，好，你已经有认识的人，不是转为证人，逆转裁判看太多，玩太多，就是原本你就认识的一个人，好，然后转成自己的恋人这样子，好，发展感情线。OK， 我想想看哦，这个是不可能的，这个也没有，这个也没有。好，这一次就是，很明显，就如果没有感情线发展的管道，我就直接把牌盖起来了，就以免让大家就是整个牌面比较太乱了，会混淆这样子。我们看一下这张，这两个我稍微再出个补充牌好了。没有诶，这个我再看一下。这个也没有诶，等一下，好 ，OK。虽然情况有点特殊，可是，我这边追加一个好了，就是旧的恋情的发展有没有可能？这个是认识的人里面，你发展出新的，也就是之前没有跟你交往过的一个人。那我这边，因为我们现在盖了5个管道，我觉得这样子有点不喜欢，我不喜欢，所以，我们加一个就是旧情复燃，有没有可能？好不好？就是之前可能，例如说，可能你之前可能吵架的，现在身边的人，可能关系不是这么好的，有没有办法变好？或者是之前的男朋友、之前的女朋友，我们来看一下好了。我另外出2个，第一个是目前你现在身边如果是有人，这个把它分开好了，我再出一个就好了。后悔，我们就来讲，如果是之前已经交往过的男朋友、女朋友的一个发展，好不好？有没有可能？有诶，好，那我们这条线就留着。OK， 这是之前的男朋友、之前女朋友，或是之前跟你就是曾经有暧昧过的也算哦。就之前跟你有一点感情线发展，或是你们之前可能一度分手了的那一种，好。还有什么呢？
有就是不是因为自己的亲朋好友介绍，而是经由自己的亲朋好友而认识的，就是不是介绍，而是认识的。看看有没有可能好了。有欸，好，太好了，不负众望。OK， 好，耶，这样我就开心一点了。怎么可以只有一条线？不行。OK， 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就依序来看一下它们的特征，好吗？好，我各出2张哦。哇！移过来一点好了。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EX 前男友、前女友、前夫、前妻。之前暧昧过的也算了。或是之前有可能差点在一起的也算这样子。好，那这个是经由自己的亲朋好友去认识到的，就不是别人介绍，就没有介绍，就是在同一个场合你自己去认识到了新的这样子。OK， 我们来解牌吧。我想想看哦。我先来解这个好了。好，其实这一组跟这一组其实都感觉都差不多，就是 CP 值都差不多。那因为这个是我们一开始留下来的唯一的选项，那我就先从这个开始讲。那你们会是什么样子的机缘开始呢？我会觉得你们可能之前可能就是彼此没有特别的感觉到对方是自己的，就是狩猎范围。就是说，我会觉得以前的你们可能都没有把对方纳入自己的男朋友、女朋友的一个选项里面，会有这种感觉。然后，可是我觉得你们其实接下来你们会发现，好像你们2个真的还蛮合适的。就是可能聊天啊，或是可能因为彼此陪伴都蛮久了，然后想了一想，就觉得这个人他好像其实跟我还蛮合的。好，这是其中一个可能性。第二个可能性是，我觉得你可能在开始要去做一些什么新的事情，创造一些新的事情的时候会遇到他。例如说，你可能想要，例如说，可能开始想要写作，或是开始想要一个人旅行，或者是想要出国，接下来想要出国留学，或者是，就是当你开始想要做一件什么事情的时候，我觉得你们2个的那个彼此的喜欢会开始慢慢的发芽，会出现。
那一瞬间就会觉得这个人他不再只是你的朋友，或不再是只是你认识的人，会有这种感觉哦。那你可能之前没有什么特别的一个对这个人有个特别的兴趣或什么的，不会。可是接下来你会有这种感觉，那这个人的特征是怎么样？我会觉得他是一个还蛮有自己的想法，然后，很懂得规划自己的一个人，然后做事情也还蛮有野心、蛮有行动力的一个人。然后再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看到这张牌，我就觉得他可能有点自恋，他有点自恋这样子。那可是我觉得比较要小心的是，出现这一张啊，出现这张，我会觉得说不定他其实现在目前还有其他的男朋友或女朋友，所以可能也不一定，就可能就是他，就也就是说，你们两个现在在一起的话，可能是会不 OK 的。就例如说，他可能真的就像我刚刚讲的，就是身边已经有人了，也有可能是结婚了，或是也有可能是已经有男朋友、女朋友了。那又或者是你们两个人的关系本身是就不能够普罗大众而言，就整个社会的道德观而言，你们可能不适合在一起的，比较不适合的。比较极端的例子啦，就例如说，可能就是，例如啦，就是自己真的很极端哦。就例如说，小孩的，就是小孩的同学的爸爸妈妈之类的，或者是呃，就是例如说，可能是对方可能是例如说老师之类的，就是普遍而言，感觉就是我们不能去动他的的一个身份，也有可能这样子因为教皇他倒着他会有一个就是比较不道德的，或者是比较不能够公开的一个感觉，这样子。那如果排除这个部分的话，我会觉得他这个人，他可能个性会比较冷酷一点，或者是我可能会觉得他可能对于一些道德或者是一些所谓的正义，有他自己的一套想法。他不觉得这个世界上的正义是正义，不觉得这个世界上的公平正义是对的。那也不是说他反社会啦，只是说他的观点跟他的想法可能跟一般的这个世界的道德观或是一个规则会有点不一样。有些人可能听了会觉得这个人的有些想法可能有点扭曲，或有点怪怪的这样子。就是不是那么的符合现在大家主流的一个想法。OK， 好，就可能有点怪怪的一个人，我觉得，但是我觉得你应该会蛮喜欢他，因为他皇帝，所以我觉得他应该是个蛮耀眼的存在，而且有可能是在某个领域，他真的是蛮有地位，或是蛮有才能，被众所周知，或者是可能很有人气的一个人，这样子。OK，那我们来继续看下去哦。这不是经过介绍，而是就可能例如说透过朋友的聚会里面认识的，或者是因为例如说可能因为家人，例如说自己的哥哥姐姐、弟弟妹妹的同学之类的啦，或之类的。
或是他们的亲戚朋友之类，就是可能在某些场合遇到，那也不是经过人家介绍，而是就是巧遇到了这样子一个人，然后他是跟你的亲朋好友是有关系有认识，可是你没有特别请他介绍，是你们自己有另外认识的这样子。那我会觉得你们两个人的想法可能会蛮接近的，就蛮意气投合的，意气相投，然后可能想法思维上面是蛮一致的，很有共鸣的一个人。你会觉得好像感觉这个人就是你的 soul mate， 就是你想什么他知道，那他想什么你大概也都懂的那种。那这个人我觉得他应该年纪会比你小，或者是他看起来会比较年轻。好，然后再来就是，我会觉得这个人还蛮温柔体贴，懂得看人家脸色的。嗯，只是我觉得这个人他，我会觉得他可能目前是一个蛮忙的一个人，蛮忙的一个人，或者是我觉得他现在的状态可能没有很好。就例如说，可能他现在是处在于一个假设啦，例如说可能想要换工作，或者是说可能刚毕业，那不知道自己接下来要怎么办，然后或者是例如说就是可能才刚出社会，已经找到工作了，可是还没有完全适应工作的一个状态，就是很忙，然后他有点混乱的一个状态。那他自己可能有点措手不及的感觉，就是他现在的生活啦，这样子。嗯，但我觉得他是一个蛮善良、蛮好的一个人，这样子。嗯，OK。那而且我觉得他讲话应该是就是蛮温柔体贴，不会就是讲话不会爆粗口，或者是不会让人家觉得很不舒服的一个人，这样子。嗯，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钱EX，好，我觉得就是可能你们分开了，那当初分开或是当初没有在一起，可是你跟他彼此之间，你们的那个吸引力跟彼此喜欢那个感觉是一直没有散掉的。然后你还是会很在意他，你还是很喜欢他的那个人，你没有办法放掉的那个。嗯，有一种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一定就是你的心就是会被他牵引的感觉，这样子。你看这个绳子，感觉被拉住的感觉，被锁在那里的感觉。即便你们已经分手，或者是之前没有在一起这样子，那但出现这个的话，就是要比较小心，就是很有可能你跟他又恢复联络，是因为你真的很渴望一个爱情的时候。可是我会觉得这个时候的状态不一定是好的哦，就是你是因为有点就是你好想好想要一个人陪，你找不到，所以你就找一个曾经对你好的人去找他的那种感觉。
但是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开端，可能也许没有办法得到宇宙太多的祝福，我会觉得，因为掺杂太多欲念了，其实不是好的，不够纯净，那个能量不够纯净。那这个人是什么样子的特征呢？我会觉得他是一个还蛮有个人魅力、蛮有才能的一个人呢。因为魔杖国王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有个人魅力，然后有行动力、有热情，然后而且我觉得工作上面而言就是闪闪发光的一个人。那但是我觉得你们可能之前。我觉得你们之前可能分手，或者是你们可能没有继续下去的原因，很大的一个，是因为我觉得你们之前可能就是有争执，例如说意见不合或者什么的，就是你们有吵架的痕迹看得到，就是有吵架过的痕迹这样子，所以有可能是意见不合，或者是可能之前一些误会怎么样，就是吵架了。然后两个人是那种就是吵得还蛮凶的对立的那种感觉，所以我会觉得这个人，我觉得这个人其实，我觉得你还是要稍微斟酌一下，因为第一点就是我觉得你们两个的就是在重逢，其实比较多的是因为一些只是一个欲念，一个欲望，就是你很想要一个人陪的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他并不是因为你真的觉得这个人他变得更好了，或是他果然还是很好，不是，而是你孤单寂寞冷，所以你又再去找他联络的那种感觉。那当然他自己本身也是条件不错的一个人啦，无论男女哦，他本身条件是很不错的。只是我觉得你们之前的那个争执的那个点，也许就算你们之后可能又再复合，或可能真的顺利在一起了，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也不一定会不见。嗯，OK，那我们来讲一下这个熊。我会觉得这个熊呢，因为这熊原本其实在雷诺曼牌里面，它算是就是富足，因为它有蜂蜜嘛，就是它有富足，或者是有责任感，或者是感觉很值得依靠的一张牌哦。但是我会觉得在这个这三个这三个人里面，我都会隐约的觉得，因为你知道熊吃蜂巢的蜂蜜，其实它还是会有被叮的，就是被蜜蜂叮的危险嘛。我总会觉得，就是你可能在这三个人之间，你可能无论是选谁，你可能都是要注意，就是也许一开始，或是也许表面上看起来是很甜的，是好吃的，可是可能它会有一些微的呃些微的危险的因素，或者是些微不好的因素还存在里面，有些隐忧在里面。像是我觉得这一位的话，他自己的状况目前其实是我觉得有点不是那么的好，就是他自己本身处在一个比较混乱，然后可能你知道，呃，就是有点不知所措，然后太多变化了，然后他有点没有办法招架自己的人生的一个状态哦。
那这个的话，我觉得他可能，因为我不知道这个人他离经叛道，离经叛道，对，他的这个部分，就是他这倒着的法王的部分的影响有多深？因为我觉得，如果真的是对方已经是有婚姻，或者是例如说他可能真的想法上面真的很离经叛道，太离经叛道了。我觉得这都是一些危险不好的因素在。那前任其实也是，或是之前没有发展的那一段暧昧也是，就你们之前的争执跟你们之前的误会，没有办法彼此互相沟通理解的那个部分，我觉得一定也是存在的。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你可能要特别的，小心注意。然后，我觉得你可能要稍微把这个东西放在心里，就是会有这个隐忧在这样子。嗯，但我觉得顺利的话，你还是可以吃到好吃的蜂蜜。而且，其实我觉得，嗯。无论什么感情啦，其实我觉得很多很多的感情，没有一段感情是没有风险的，我觉得是这个样子。那有时候没有开始，你其实也不知道两个人之后会走到哪里去，是这样。但是，嗯，还是希望我们在进行，就是在推进我们的感情的时候，就是尽量不要伤害到其他的人。好，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就是，嗯、我会觉得就是，嗯，我觉得就是有时候就顺其自然，顺从老天的安排，顺从宇宙的一个写给你的脚本。也许，也许你不会被蜜蜂叮，也不一定。OK，祝福你。好，那我们今天第三组的解读到此结束，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次再见哦，拜拜。